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能治愈你的人，可能还不如一只猫来的安静？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白天被工作压到喘不过气，被人际关系磨得心烦，被一句话反复刺痛很久，可你回到家，门刚打开，那只猫只是抬头看你一眼，又慢慢把眼睛闭上。它没有安慰你，它没有问你怎么了，它甚至没有跑过来迎接你，可偏偏就是这一眼，让你突然觉得今天所有硬撑的情绪好像都被轻轻接住了。奇怪吗？一点儿都不奇怪。真正奇怪的是，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喜欢猫只是因为孤独。你是不是也听过这种话？你太宅了吧？你是不是没朋友？你怎么对猫比对人还好？不就是一只动物吗？这些话听起来像玩笑，其实很伤人，因为他们把你心里很珍贵的连接说成了一种可怜的替代。可今天我想直接告诉你，你爱猫不是因为你缺爱，不是因为你逃避人群，不是因为你社交失败，更不是因为你不成熟。恰恰相反，很多真正爱猫的人内心反而更敏感，更清醒，也更懂什么叫舒服的关系。你喜欢猫，不是因为猫比人简单，而是因为猫不像人那样动不动就要求你解释自己，证明自己，讨好别人，回应期待。猫最特别的地方不是它会陪你，而是它陪你的方式。刚好不压迫你，它靠近你，但不黏住你；它需要你，但不控制你；它接受你，但不审判你。它安静的存在，就像在告诉你，你不用一直表现得很好，也可以被允许存在。你有没有发现，白天的你常常像戴着面具和同事说话，要注意语气；和朋友相处要照顾气氛，和家人沟通要忍住情绪，连发一条消息都要想半天会不会让人误会。可是到了猫面前，你突然不用演了。你可以瘫在沙发上，可以一句话不说，可以眼眶发红，可以穿着最随便的衣服，可以把自己最疲惫、最慢、最不像样的一面全都放出来。猫不会说你矫情，不会说你想太多，不会劝你大度，不会逼你开心，它只是待在那里。你摸它也好，不摸它也好，你说话也好，沉默也好，它都不会把你推到一个必须正常的位置上。对一个长期敏感、长期内耗、长期被要求懂事的人来说，这种不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疗愈。很多人以为爱猫的人是因为不擅长和人相处，其实不是。很多爱猫的人不是不会社交，而是太懂社交的消耗。他们知道一句客套话背后藏着多少表演，也知道一场热闹过后自己要花多久才能恢复。他们不是冷漠，只是神经系统接收的信息太多。别人参加聚会是放松，你参加聚会是一边笑一边观察每个人的情绪变化，谁尴尬了，谁不高兴了，谁话里有话，谁突然沉默了，你都能清清楚楚感觉到。别人只听见声音，你连空气里的紧绷都能察觉。你不是扫兴，你只是太敏锐。你的大脑像一台高清摄像机，画面太清楚，声音太细碎，细节太繁多，所以你很容易疲惫。而猫不一样，猫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社交规则，它喜欢你就主动靠近你，它想独处就默默走开，它不假装热情，也不强迫你热情，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关系可以不复杂，喜欢可以不解释，边界可以不伤人。你看，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从来不讨好你，你叫它，它可能不理你；你想抱它，它可能转身走掉。你以为它冷漠，可深夜你最难受的时候，它又会悄悄跳上床，安安静静趴在你身边。它不像人那样说很多漂亮话，可它用行动告诉你，我知道你在这里，我也一直在这里。对你来说，这种陪伴太过珍贵，因为它不是表演出来的，不是为了维持关系才给予的，它更像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选择。猫不是因为离不开你才留下，它是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之后，依旧心甘情愿选择靠近你，
这种被坚定选择的感觉，比太多热烈的承诺都来得更加真实。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依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该怎样靠近爱，又该怎样保护自己。有些人很渴望被爱，却又害怕太过亲密；有些人期盼陪伴，又恐惧被人控制。一旦关系走得太近，内心就会慌乱，忍不住想要逃离。你是不是也这样？别人太过热情，你倍感压力；别人太过冷淡，你暗自难过。你向往温暖的关系，却更想守住独属于自己的空间。你希望有人懂你，却不愿别人贸然闯进你的世界，打乱你的生活。而猫刚好给了你一种格外稀有的相处模式，它和你亲密，却不会肆意侵入你的生活。他默默陪着你，却从不要求你立刻回应。他坦然接受你的照顾，也始终坚守自己的自由。他就像一段恰到好处的缘分，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分寸刚刚好。对于很多高敏感人群而言，这样舒服的距离才是真正让人安心的亲密。你爱猫，其实是在偏爱这种不会吞噬自我的关系，偏爱这份无需多言的理解，偏爱这个能让你彻底安心做自己的小天地。这不仅仅是内心的感受，神经科学也能完美解释这份治愈。看到猫咪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柔软的身躯，人的大脑会自然而然触发本能的照料欲。这份本能原本是用来呵护婴儿，而猫咪恰好拥有诸多和幼婴相似的特质，所以看见它安然熟睡，你会下意识放轻脚步；看见它调皮伸爪，你会心生欢喜，满心柔软；看见它委屈撒娇，你瞬间便会心软不已。这并不是你情绪太过细腻，而是你的本能早已被悄然触动。抱着猫咪，听着它舒缓的呼噜声，轻抚着它蓬松柔软的毛发，身体会不断分泌出带来安全感与幸福感的物质，心跳慢慢放缓，紧绷的肌肉逐渐放松，积攒许久的焦虑也随之慢慢消散。猫咪低沉的呼噜声就像是天然的安抚音律，不用讲任何大道理，就能让你的身心慢慢笃定。所有不安与危险早已尽数散去。很多时候，不是猫咪刻意哄好了你的坏情绪，而是它安然的存在，慢慢将你从紧绷压抑的状态里温柔拉回平和。你有没有留意过，静静看着猫咪的时候，周遭的时间仿佛都悄然变慢。它慢悠悠洗脸，你能静静看上许久；它慵懒晒着太阳，你能安心陪伴许久；它追逐小小的玩具，你也能满心平和看上许久。明明没有发生任何波澜壮阔的事，内心却满是安稳平静。这是因为猫咪把你的思绪从纷乱杂念里拉回了踏踏实实的当下。平日里你的思绪太过嘈杂，整日纠结过往的遗憾，忧虑未来的压力，反复揣测旁人随口一句话的深意。可猫咪从不会沉溺过往，也不会担忧未来，它永远全心全意活在此时此刻。饿了便安心进食，困了就安然入眠，心情愉悦就主动蹭你撒娇，想要独处就淡然转身离开。他不会为昨日的琐事反复内耗，也不会为明日的未知提前惶恐。他用最纯粹自然的生活方式告诉你，人生原本可以活得简单轻松一些。静静望着他，就好像找回了你遗失许久的能力。学着放慢脚步，放平心态，不必把所有小事都当成磨难，不必把所有沉默都当成否定，更不必逼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强撑着坚强。猫咪教会你沉下心感受当下，而活在当下本就是一个人重拾能量、治愈自我最好的方式。到这里你应该彻底明白，喜欢猫咪从来不只是贪恋可爱，你倾心的是猫咪身上自由又温柔的独特气质，既懂得亲密相伴，又坚守独立本心，内心柔软善良，又有着清晰分明的边界，能够贴心陪伴，却永远不会弄丢自我。你会深深被这份状态吸引，
是因为你心底深处也一直渴望活成这般模样，想要待人温柔，却不愿被肆意欺负，想要真心爱人，却不愿丢掉自我，想要拥抱世间美好，却不愿被世俗磨平棱角。猫咪就像是藏在你心底的精神缩影，从不会刻意解释自己的冷淡，也从不刻意炫耀自身的温柔，不会为了迎合旁人改变生活节奏，更不会因为世人的不理解就轻易否定怀疑自己。它始终遵从本心，安稳生活，晒太阳，酣然入睡，静观世事，随心相伴，随性远离。生活平淡简单，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强大力量。每一个深爱猫咪的人，内心深处都无比向往这般生活状态。从前的你总是习惯性为旁人改变自己，为了不让众人扫兴，奔赴不想参加的聚会，为了不让场面冷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为了迎合他人喜好，压抑藏起真实心声，为了装作一切安好，强行掩藏满身疲惫。可猫咪从不会这般委屈自己，是猫咪让你看清，原来一个人不必刻意合群，依旧活得可爱耀眼；不必事事热情外向，依旧能够拥有真挚爱意；不必时时刻刻主动回应，依旧值得被人好好珍惜。所以你对猫咪的满心偏爱，早已超越了单纯喜欢小动物的范畴。你真正喜欢的是自己一直心心念念却迟迟没能拥有的生活姿态。往更深层次来说，猫咪还圆满了你心底对无条件接纳与偏爱的所有渴望。现实里的人情世故中，大多数的爱意都夹杂着条条框框的条件。你足够优秀出众，才会收获旁人夸赞；你事事懂事周全，才能换来他人满意；你拥有利用价值，才会有人主动靠近；你愿意付出情绪价值，才能留住身边之人。久而久之，你渐渐生出一种执念，仿佛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完美优秀，才有资格被人好好偏爱。可猫咪从不在意这些世俗标准，它不会嫌弃你素面朝天的模样，不会轻视你平平无奇的收入，更不会在你情绪低落、满心灰暗时刻意疏远远离你。在它的世界里，无关光鲜的外表，无关显赫的身份，无关世俗的成就，他记住的只是独属于你的气息，熟悉的声音，你走路的姿态，还有你常坐的位置。他满心接纳与喜爱的，从来不是你对外伪装的光鲜角色，而是卸下所有伪装后最真实纯粹的你本身。对于从小在高期待、高要求、高评价环境里长大的人而言，这份毫无条件的偏爱实在太过难得珍贵，终于不必靠着拼命表现来换取旁人的一点点亲近，终于不用凭借自身优秀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终于可以只是安静坐着，什么都不去做，也丝毫不会觉得自己多余渺小。猫咪让你真切懂得，就算不善言辞，无需解释，也依旧能坦然被这个世界温柔包容。短短一句话，清浅平常，可对于深陷内耗的人来说，这已然是世间最好的救赎。细数下来，真心喜爱猫咪的人身上大多都有着这6种难得的特质。第一，心思敏锐细腻，并非内心脆弱不堪，而是感知能力远超常人，既能轻易体察他人情绪，也能敏锐感知周遭氛围变化。第二，格外看重个人边界感，反感毫无预兆的打扰，抗拒旁人强行安排自己的生活。第三，内心世界丰盈富足，独自一人独处，从不会觉得孤单无趣，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本就热闹丰盈。第四，待人处事谨慎慢热，不会轻易与人交心建立情谊，可一旦认定彼此，便会全心全意相待，深情且长情。第五，从不盲目追捧热闹喧嚣，比起结识形形色色的路人，更期盼能遇见一个真正懂自己内心的知己。第六，拥有极强的温柔照料能力，平日里不善言辞表露心意，一举一动却满是细致体贴。猫粮是否充足，饮水是否干净，猫咪今日精神状态如何，所有细碎小事全都默默记在心底，
由此便能看出，爱猫之人从来都不缺少爱意，反而内心藏着满腔深情，只是不习惯流于表面随意倾诉，心底积攒着万千情绪，也从不会轻易对外人展露分毫。内心柔软善良，只是不愿让不懂自己的人轻易触碰自己的软肋。猫咪之所以能够轻易走进你的心底，是因为它从不需要多余言语，便能以最安静温柔的方式慢慢贴近你的灵魂。你细细观察便会发现，很多时候猫咪的性子和深爱它的你格外相似，外表看着清冷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温柔。平日里从不主动热情讨好，却一直在默默留意观察周遭一切，不会轻易对谁敞开心扉，可一旦彻底放下戒备，心生信任，便会毫无保留展露柔软肚皮，不会时时刻刻黏在身旁撒娇，却总会用独属于自己的小举动一遍遍确认你的陪伴从未走远。他从不会直白诉说思念与爱意，却总喜欢安稳睡在你的身旁，不会开口诉说满心牵挂，却总会准时守在家门口等你归来。不会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却会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日常里，用无数微小举动让你真切感受到满满的被需要。世人大多向往轰轰烈烈的炽热爱意，而你偏爱平淡日常里细水长流的安稳陪伴。你坚信猫咪日复一日在家等候的真心，坚信它悄然绕在你腿边的亲密，坚信它轻轻依偎过来的温柔，更坚信所有未曾宣之于口却实实在在发生的暖心小事。因为你早已明白，真正能让人内心安稳的感情，从来不是靠华丽动听的言语堆砌，而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坚定不移陪伴在你身边。或许会有人打趣说你把一只猫咪看得太过深重，想得太过复杂。可我想说，从来都不是你思虑过重，而是太多人活得太过肤浅浮躁。旁人只看得见猫咪软萌可爱的外表，唯有你读懂了它沉默长久的陪伴。旁人只看得见你为猫咪操劳付出，唯有你懂得，这是两个鲜活生命之间最纯粹真挚的彼此信任。旁人总觉得动物懵懂无知，不懂人心，而你清楚知晓，世间很多走心的懂得，从来都不需要依靠言语传递。一个温柔对视，一次主动靠近，一阵舒缓呼噜，一个个相伴入眠的夜晚，就足以慰藉所有满心疲惫。语言向来复杂多变，也最容易掺假敷衍，人心易变，话语易伪，伪装易做。可小动物的亲近从来直白纯粹，觉得安心便留下相伴，觉得舒服便主动依偎，满心信任便放下所有防备，安然熟睡。能够被生性警觉的小生灵全然信任，这件事本身就格外珍贵难得。你从来都不是把满腔真情错付给了小动物，而是在这份简单纯粹的相处里，重新学着如何去爱，如何信任彼此，学着不去强行掌控占有，学着尊重彼此的边界与自由。深爱猫咪的这段时光里，它也悄悄教会你，爱从来不是强势占有，不是命令掌控，更不是强求对方时时刻刻迎合自己的需求。真正的爱是坦然接纳对方原本的模样，也好好坚守独属于自己的本心。对方主动靠近之时，满心珍惜相待；对方想要远离独处之时，坦然放手不纠缠。这份通透的相处智慧，不仅仅适用于人和小动物之间，在人际交往之中，同样格外受用。太多人深陷人情往来的痛苦内耗，究其根本，就是太过执着，想要掌控所有感情结局。对方迟迟不回消息，便心生慌乱不安；对方态度略显冷淡，便开始自我怀疑；对方想要独处空间，便误以为惨遭冷落抛弃。而猫咪日复一日的陪伴，一直在温柔教会你接受感情里的所有不确定。今日格外黏人亲密，明日或许独自高冷独处，
前一秒还依偎在你怀中轻声呼噜，下一秒便起身转身离去，自顾玩耍。起初你难免心生失落难过，久而久之你慢慢释然懂得，他短暂离开从来不是心生疏远不爱，他沉默安静也不代表彼此感情变淡，他需要独属于自己的空间与自由，从来都不代表你在他心里无足轻重。这是一堂无比温柔治愈的心灵课程，它让你彻底明白，感情里真正踏实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对方时时刻刻围在你身边，而是你心底笃定知晓，哪怕彼此都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心底那份深深的羁绊与牵挂，永远都不会消散。这份通透感悟，对于容易焦虑敏感的人而言无比珍贵，对于习惯刻意回避感情的人来说亦是良药。猫咪用独有的方式将亲密陪伴与独立自由完美相融。你越是读懂猫咪的心思，就越是通透看透人情往来，你越是满心深爱猫咪，就越发明白一段好的关系从不是彼此互相消耗内耗，而是互相治愈，彼此安稳。如果你也是心思敏感、性格慢热、极易陷入情绪内耗，又满心喜爱猫咪的人，不妨试着完成这4周温柔自愈小练习。第1周，不必急于逼迫自己做出任何改变，只用心静静观察生活点滴。每一次结束社交聚会之后，轻声问问自己，这场相处过后，内心是充满能量倍感轻松，还是身心俱疲被彻底消耗一空？每一次静静陪着猫咪独处过后，再问问自己，紧绷的身体是不是渐渐变得松弛，烦躁的内心是不是慢慢归于平静？慢慢你就会发现，真正契合自己的相处模式与人际关系只会让你内心愈发沉稳安宁，而那些勉强迎合的圈子与感情只会不断让你陷入自我怀疑。第2周，学着给自己的生活温柔做减法，推掉一场自己本就不想赴约的聚会，退出一个整日让自己心生焦虑的聊天群，少浏览一些容易引发自我攀比、滋生自我否定的内容。无需急于一时彻底改变整个人生轨迹，只需要慢慢放下那些日复一日不断消耗自己身心的人和事，就足够慢慢治愈自己。第3周，特意给自己留出一段完完全全不被外界打扰的专属时光，哪怕每日仅仅只有短短20分钟就足够。你可以静静看着猫咪慵懒酣睡，静静聆听它舒缓治愈的呼噜声，也可以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千万不要觉得这般虚度光阴太过浪费。长期处于紧绷压抑状态里的人，久而久之会渐渐失去感知自我情绪的能力。静下心来享受独处安静，从来都不是慵懒懈怠，而是在慢慢修复内心早已混乱失衡的秩序。第4周，学着温柔坚定地树立起自己的边界感。旁人调侃你太过宅，不爱出门，你坦然直言，我只是偏爱贴合自己的生活节奏。旁人非议你对猫咪太过上心偏爱，你坦然回应，因为它于我而言无比重要。就算身边之人无法理解你的生活方式，也无需过多辩解强求认同。你不必费尽心思迎合所有人的眼光与喜好，你唯一需要确认的就是当下这般生活状态是否能让你活成最舒心自在的自己。其实从头到尾，真正值得深思的从来都不是你为何会如此偏爱猫咪，而是这个世俗世界为何总要将这份安静纯粹的偏爱刻意定义成不合常理。为何只有整日热闹喧嚣才算得上日子充实圆满？为何只有性格外向开朗才算得上身心状态健康？为何只有整日混迹人群之中才不算虚度大好时光？而猫咪却给了你截然不同的答案。它告诉你，人生节奏可以缓慢悠然，心底爱意可以清淡绵长，彼此陪伴可以寂静无声，相处往来可以守住边界分寸。偏爱独处安静，从来不等同于内心孤独；不喜热闹社交，从来不等同于生性冷漠；满心偏爱一只小动物，从来都不是刻意逃避人情世故。
你只是更加珍惜世间所有真挚纯粹的感情，厌烦人情世故里的虚伪表演，迫切渴求一份不会带来丝毫压迫、轻松自在的暖心羁绊。请你牢牢记住，深爱猫咪从来都不是你的性格弱点，这恰恰证明历经世事繁杂之后，你心底那份独有的温柔与善意依旧完好无损，未曾被世俗消磨殆尽。你愿意用心呵护照料一个弱小的小生命，足以证明你的心底依旧藏着满腔热忱与爱意。你能够被一只小小的猫咪轻易治愈抚平情绪，足以证明你依旧心怀柔软，善于捕捉生活里所有细碎的美好温暖。你会因为猫咪主动靠近而满心欢喜，足以证明你的内心从未被世俗纷扰麻木冷却。如今这个世间太过嘈杂喧闹，你能够守着一只猫咪寻得内心清静安稳，这从来不是懦弱退缩，而是你在用心守护自己仅剩的满满元气。如今这个世间万事都太过急躁匆忙，你愿意静下心来，静静等候一只猫咪慢悠悠睡醒起身，这从来不是无聊虚度，而是你依旧懂得沉下心来，好好感受当下的每一分美好时光。世间太多声音都在逼迫你活成旁人心中期待的模样，而身边的猫咪却时刻提醒着你，你大可像它一般坚守本心节奏生活。待人温柔和善，却绝不刻意讨好迎合，保持独立本心，却不封闭自我疏远世人。平日里安静淡然，内心却从不空洞荒芜，主动奔赴温暖，却永远不会弄丢真实的自己。最后，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个满心爱猫的你，你从不是因为内心孤独寂寞才满心偏爱猫咪，而是因为你深深懂得安静独处的珍贵力量，才会被猫咪淡然安然的模样深深打动。你从来都没有把满腔爱意错付他人，只是在喧嚣人群之外寻找到了一份更加纯粹真实、轻松自在又不会伤人的暖心羁绊。倘若看完这些文字，你想起了家中陪伴自己的小猫咪，亦或是忽然读懂了内心深处的自己，不妨静静回想，你最偏爱猫咪的哪一个暖心瞬间？是它日日守在门口盼你归家的模样，是它安心依偎在你身旁沉沉睡去的温柔，还是它明明什么都未曾去做，却默默陪着你熬过无数个难熬的夜晚？也不妨留下一句我也是，让世间所有满心爱猫之人彼此知晓。我们从来都不是异类奇怪之人，我们只是格外偏爱安静美好，格外珍惜世间所有真挚纯粹的温情。如果你听完有共鸣，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祝你往后日子清醒自知，沉稳有度，不浮夸，不内耗。我们下期再见。